她结婚5年，被迫守身如玉，晚上只能跟老公牵手睡觉。就算她撒娇想要云雨一番，老公竟然每次都用身体不适来推脱。她叫沙河，是普通的一个绝望主妇。她看着镜子里自己憔悴的脸，瞄到了口红模特。她拿起一支涂抹做可爱动作的时候，被一个小孩撞到，弄翻了口红货架。蹲下检视，发现这里竟是监控死角，被口红的美激起了寻求刺激的欲望。她立马将口红塞进包里离开，忐忑不安地乘坐电梯，遇到了附近新搬来的主妇佳子。两人刚到停车场时，就看到2个男人正在争执，还引来了警察。佳子本是来这里跟闺蜜小智觅婚，不想自己的车被撬了，她立马搂过沙河的肩问名字，并警告他俩是朋友，如果不配合就将他偷口红的事情说出去。被逼无奈的沙河陪着佳子到警局演了一出戏，但佳子招猫逗狗的行为引来沙河的不屑。然而犯事的高中生老师北野前来道歉，佳子从2人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不同寻常的讯息。隔天，北野拿出道歉信，主动替学生承担错误，但佳子直接提出要想得到谅解，就拿出诚意陪他约会。一天，北野面对着无理的要求愤然离开，佳子趁机怂恿沙河抓住机会去追北野，但他的行为更引起了沙河的反感，两人发生口角。沙河生气离开，竟在路上又遇到了北野。他可爱爽朗的性格给北野留下了更深的印象。结果这一切被佳子看在眼里，但不想再跟佳子有纠葛的沙河被邀请参加派对，怎料小智找上了门，佳子紧张到窒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没想到沙河竟然说小智是自己的弟弟，强行拉着小智离开。然而佳子老公却误会小智是沙河的男人，让不谙世事的佳子离沙河远。听完老公的话，佳子失落地喝起啤酒，却被插画师加藤看透了他的真正内心。此时沙河不知不觉来到学校，转身又遇到了北野，他开心到不敢声张，羞涩聊了之后正要离开时，他的鞋带开了，北野没有多想，蹲下给他系鞋带。他出神地看着温柔的北野，多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。沙河吃着雪糕，看着远处的火灾，想着老公竟然为一只仓鼠对自己大发雷霆，跑出家门却又无处可去。到了打工时间，遇到佳子，佳子以等他下班为由，故意制造了他跟北野的独处机会。两人越聊越投机，还交换了电话号码。而此时的佳子已经到加藤的工作室，拜托他给自己画一幅肖像，但加藤无情拒绝，直言在佳子的身上感受不到。加藤的冷淡更激起了佳子的胜负欲，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离开。佳子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沙河，邀请沙河到自己家喝杯咖啡。他直言沙河并不幸福，又说沙河不要固步自封，得跟着自己的心走。被佳子看穿的沙河无力反驳，他冲到卫生间缓解情绪，出来时竟看到佳子正拿着自己的手机，还拨通了北野的电话，更怂恿沙河帮自己拨通加藤的电话。北野的回电沙河并没有接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小鹿乱撞地听着北野的留言。此时佳子更强势的要求加藤给自己画肖像，加藤终于同意。来到庭院，竟然要求佳子脱掉自己的衣服，而纠结多时的沙河终于鼓起勇气打通北野的电话，两人相约野外观察大自然。这时突然下起雨，奔跑躲雨时，沙河的鞋带右盘看到再次蹲下的北野，沙河终于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情，试图亲吻时却被一把推开，而雨中的佳子拖到只剩内，他抓紧了自己的衣角。他结婚5年，竟然只能牵手睡觉。沙河对生活早已心如死灰，但机缘巧合，想向前迈一步的时候，却被一把推开。他羞愧到只想抹灭一切。隔天，佳子看出沙河心情不好，坦言自己的进展也不顺利，但自己并不会放弃。沙河却违心地说自己不想再见到北野。而此时的北野看到当时掉落的雨伞，失落的想起被自己拒绝的沙河，正巧外面又下起了雨。这时沙河跟小智说笑间看到北野，北野只还了雨伞就转身离开。沙河看着撑开的伞，满脑子想的都是白蚁，却不小心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。而加藤拿着自己的插画来到出版社，佳子的老公看到赞不绝口，但隐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翻脸追问模特到底是谁。加藤拒绝回答而被解雇。此时佳子来到超市七巧节用的装饰，顺道邀请沙河一起过节。3个女人大方谈起各自的感情史，刺激又兴奋。这时北野看到路边七巧节的装饰树，犹豫地站在超市门口寻找沙河。小智告知沙河3点就已下班。佳子第2天带了便当来找加藤，看着加藤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瞎子坦言自己从来不倒贴，直接暗示加藤是个例外。正在处理垃圾的沙河听到小智说北野来找过他，他立马跑到了学校，看到北野的身影，用石子砸了过去，不小心被弹回的石子砸到了额头。北野被疼叫声吸引，转过身，两人隔着栅栏约定再去一次公园。在公园的天桥上，北野小心翼翼地碰触了夏沙河的额头，红印沙河因羞涩往后退缩了下。
还是鼓起勇气深情看向北野，主动用额头碰触到北野手指。北野流露出宠溺的微笑。老公从脏衣篓里发现从未见过的性感内衣，拿起欣赏一番，立即用手机拍下保存。询问得知这是价格不菲的绝胜，而此时的佳子想用钱来理清跟加藤的关系，不想被加藤恶言相向，失落离开。这时，沙河跟北野小心翼翼地在没人的公园牵手肆意的散步聊天，浪漫地将约会定名为昆虫采集课，并约定了下次上课时间。回到家，沙河体会到了佳子描述的心情，连便当都是前所未有的丰富。但佳子因为加藤的态度自暴自弃，沙河担心的上门劝说佳子千万不要玩火自焚，但佳子并不理会沙河的话，两人发生了争吵。终于等到要上课的这天，沙河期待的心情根本无法继续入睡，工作都充满了干劲，但北野喝着冰水，心里充满了矛盾。随后用很冷淡的口吻发信息给沙河，自己不能赴约。此时沙河看到信息，连追问原因的勇气都没有。而佳子来到酒店赴约男闺蜜，不料老公一路尾随，但追到电梯时不慎跟丢。随后看了眼墙上的画，立马跑去加藤的工作室，发现加藤并未出门。老公避免尴尬，转而提出想再续约插画的工作。此时佳子应轮发现竟然小智，但佳子轻蔑冷漠的态度引起了小智的暴怒。然而被放鸽子的沙河对无疾而终的美好恋恋不舍，独自去了公园。走上天桥，依旧能感受到当时的喜悦，想着如幻影一般温柔的眉眼。然而没想到北野竟然从树后爬了出来。I'm far from the end。这个女人结婚5年，一直守身如玉，在遇到心动的人却一再被拒绝，对短暂的美好恋恋不舍，独自来到公园，没想到遇到了心里所想之人，两人都难掩心中的喜悦。北野慢慢的靠近沙河，试探的将沙河拥入怀中，他鼓起勇气轻轻拥吻，这是沙河唯一一次睁着眼睛的亲吻。两人玩着幼稚的打赌游戏，心知肚明对方的想法，沙河一把拉住北野，主动亲吻。云雨一番后，被佳子老公的电话吵醒，询问沙河是否跟佳子在一起。沙河这才想起佳子给自己打过电话，他立马收拾好自己准备去找佳子，正准备开门，犹豫转身看向北野，两人拥抱，难舍难分。来到酒店，沙河劝说小智不要为了自己的自私伤害佳子。脱身的佳子猜到沙河进展顺利，两人互相证明身处酒店，为吃自助餐。佳子作为引路人，告诫沙河以后不要轻易对别人心存歉意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隔天，沙河来到学校公交站台，跟北野约法3章，彼此的联系方式。烟火大会即将到来，沙河跟佳子难得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，但沙河发出的信息一直未得到北野的回信，心怀期待的握着手机睡着。佳子拿出自己的装备，快速的干完家务。得知沙河还没收到北野的回信，怂恿沙河不要拘泥于规则。沙河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北野，而此时北野因为害怕不能公开救沙河与危难的关系而迷茫，但沙河的来电给了他勇气。两人相约动物园，而佳子继续提醒沙河千万不要对未来有任何的期许。佳子将沙河送到目的地，取掉落的手机时，发现车竟然被安装了跟踪器。当聪明女人被忽视，就能干出你不敢想的事情。在被插画师加藤看清他面具下的真实内心时，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痛快。即使发现车上被安装了跟踪器，也只是轻蔑一笑。中途换了计程车来到海边，两人开心地玩着追逐游戏。在这里，佳子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，不用伪装成贤妻良母。而此时的沙河正跟北野游逛动物园，北野将沙河拉向自己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却因听到小朋友喊了一声老师，立马条件反射地松开了手。隔天，佳子老公阴阳怪气地说着家里地板太脏，以自己养活佳子为由，强行拿走了她的手机。佳子立马意识到自己已经爆，果然从包里翻出了另一个跟踪器，但佳子并没有惊慌，而是冷静跟沙河分析现在的形势，继续劝说沙河千万不要沉浸在悲剧的恋爱中。这时，沙河看到朋友李子来电显示，愣住，立马表示身体不适要回家。佳子一脸懵地瞄到手机的照片，竟然是背影。他看着失落的沙河，劝慰他整理好心情，放弃这段没有结果的悲情，切勿让自己陷入极度的漩涡。此时，佳子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怎样的窘境。回到家中，看到熟悉的身影，佳子深知事情不妙，老公直接警告两人禁止再见面，要求佳子身为他的米虫必须听他的话。加藤则表示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佳子听到这话目瞪口呆，无处发泄的佳子被花瓶割破了手，跑到电话亭质问家庭的真心，痛苦地蹲着哭泣。这时，沙河抚摸着北野送的王，
决定放入抽屉深处。由于再三提出两人不要再见面，北野虽不舍，但也无奈同意。沙河不想再抱着电话或突然想起的心情，要求北野当面删掉联系方式。北野则提出送沙河最后一程，再回归到陌生人的关系。他看着沙河的背影，流露出留恋的神情，目送沙河离开。而沙河虽然痛苦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头。他婚后15年一直生活在鄙视中，老公认为她只是一个徒有外表的花瓶。就算佳子鞠躬请求归还手机，却引来了老公讥讽她是一只米虫，甚至强迫佳子继续保持花瓶式的微笑。佳子忍无可忍，脸色一转，摊牌说出之所以能温柔地对待鄙视自己的老公，正是因为不只有加藤的存在。老公被激，一怒之下打了她一巴掌。佳子再也无法忍受蹲监狱的生活，留下一纸离婚协议书，离家出走。此时沙河看到门口的鞋子，想起北野曾经温柔地给自己系鞋带的画面，在自己即将哭泣的那一刻冲出了家门。而北野因为被惹是学生拍到牵手的照片，被校长责骂时，看着照片想到过去，一时冲动跑到沙河家楼下。即将进电梯时，想起两人不再相见的约定，转身离开，只好写了信让小智转交，告诉沙河在公园被学生拍下照片的情况，并保证尽量会处理好，不牵扯到他。还在信的最后写上听到了寒蝉的叫声。这句话让沙河又感受到了幸福。这时难得休假的李子拉着北野去超市购物，北野看到超市名字并不想下车，但迫于李子的催促，只好下车前往。不料遇到正要回家的沙河夫妇，本想躲避的沙河却被李子叫住，双方只当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。互相介绍时，沙河却不小心说出北野的名字。李子察觉到了沙河的口红，又看到北野的不自然，主动要求去沙河家里做客。北野在进沙河家的门口，偷偷地牵住了沙河的手。他对被迫守身如玉的生活早已厌倦，因为偷窃口红得到一段短暂的美好，但想结束的沙河又遇到北野。李子强求要到沙河家里做客，临道别回家时，突然问沙河，明明第一次见面，怎么会知道北野的名字？北野不慌不忙，用学生翘车的事情遮掩了过去。在北野夫妇走后，沙河把玩偶偷偷塞进了垃圾桶里，但李子根本没有相信北野的解释，偷翻北野的手机，发现信息被清空，却在钱包里找到了动物园的收据，在网上找到在沙河家里看到的同款玩偶。随后故意找到沙河老公，讲的佳子离家出走的事情，老公让沙河跟佳子不要再来往。沙河心里明白，李子已经知道他们的事情。这时，李子打电话邀请沙河夫妇到家中做客，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，便挂断了电话。而加藤来到出版社想谈佳子的事情，可佳子老公一反常态，热情招待。因为加藤的名声大噪，出现大金主要购买他的画作，这是驰名海外的最佳时机。但没有想到，大金主的中间人竟然是加藤前妻。此时，佳子看着空荡荡的冰箱，决定外出找工作赚钱。但身无一技之长的佳子只被一份只需颜值的工作吸引。随后，佳子老公找到沙河，托他捎去全家福跟生活费，希望佳子能够重返家庭。但佳子直言开工没有回头箭，让沙河保护好自己。沙河明白佳子的意思，立马托小智打电话给北野，相约提前见面。转而沙河来到相约地点，两人隔着书架对望。沙河提醒北野，李子应该已经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。北野听到，脸上没有任何波澜，只说避免沙河难堪，他会拒绝做客的事情，继而道歉，说才明白沙河当初为何突然绝望。沙河看到北野突然看向自己，转身背对书架说出道别的话。北野不舍，将手从书架捧起，伸了过去，两人紧紧握住，彼此相约永不相见。突然，李子的声音传来，李子突然出现，给了沙河一巴掌，并推倒在地。图书馆瞬间变成了修罗场，李子追着沙河咒骂，把沙河推向书架。在书砸下的那刻，北野将沙河护在了身下。三人因在公众场合斗殴被带到警局，解释清楚缘由。北野夫妇先行离开，但沙河需有人担保才能回家。无奈下，让正在面试公关的佳子来到警局。沙河看到佳子，终于哭了出来。老公回来看到佳子，直言因为佳子的出现，沙河开始变得很奇怪，希望两人断绝来往。沙河决定坦白自己的事情，却被老公故意打岔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。隔天，沙河到打工的地方，同事都有意疏远他。小智拉沙河到一边，说超市内有奇怪的谣言传出，随后就被主管叫到办公室，得知李子怡打电话到超市说了沙河的行为，引来同事的指指点点，主管的讥讽斥责。此时，佳子刚收拾好上班的行头，加藤前妻上门接加藤参加宴会，对佳子直言工作室人来人往，而她穿着过于轻浮。佳子微笑接受建议，并未反驳。而在工作的地方遇到老公，
老公希望她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回归家庭，但佳子早已受够多年的凌辱，即使做这让她掉身价的工作，也不愿再回到那镀金的牢笼。因意外被婆婆得知沙河有了男闺蜜的事，愤怒离开。沙河决定跟老公坦白，但不愿接受事实的老公哭着请求沙河回到过去，但沙河坦言发生的已经没有办法改变。冲出家门不知去往哪里的时候，又来到了公园的天桥，依旧能感受到当时的心动。低头发现自己的鞋带又开了，蹲的系鞋带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他舍弃一切不惜做公关也想养活的男人，却跟前妻漂洋过海，风光无限。40年来第一次自己赚钱，买了部手机，拨通了加藤的电话，却没想到被加藤前妻删掉来电记录。这时的佳子内心产生了动摇，而就在前妻又在删除留言记录的时候，被加藤一把夺下，留言让佳子等他回来。此时沙河跑到公园蹲得哭泣，不想北野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两人开心流泪朝彼此走去。就在大家四处寻找的时候，他们正处于山林深处，过着平凡的两人世界，在森林里找昆虫，开心的讨论。沙河虽然不懂这些知识，却努力去理解北野说的每一句话，这让北野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。北野想到当初刚与沙河相识的场景，羞涩的欲言又止。沙河坦言自己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小偷，北野交心，说出自己可能因为嫉妒离子优秀，导致自己不自信。这时沙河突然对北野说出喜欢，但北野却想堂堂正正地说出这句话，这引来了沙河的不满，故意跑开看北野是否追来时不慎跌倒。北野背着沙河说出了最简单却最深情的话：我们永远在一起吧。两人自由任性地享受短暂的幸福。北野决定自己去谈离婚的事情，约定3天后必定回来。沙河拿出当初的那把雨伞，而北野将自己的眼镜作为人质交给沙河。3天时间过得相当漫长，沙河睡前拿着眼镜，仿佛抚摸着北野的脸庞，而北野为了遵守跟沙河的约定，不顾里子的挽留，收拾好行李立马赶往沙河的身边。但北野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跟踪，他婚后5年被强迫守身，如意老公比自己还女人，睡觉情愿抱着娃娃都不会抱着，这让内心空虚的沙河鬼使神差地偷了一支口红。正因为这个犯罪，开始了一段禁忌的恋情。沙河在山林深处等北野回来，用塑料袋画着他的模样，戴着眼镜睹物思人。终于在看到等待已久的恋人出现在面前时，流下了眼泪。北野温柔地用自己的脸庞感受沙河眼泪的温度，但没想到白天北野被跟踪，找到了他们的所藏之处。两人经历了惨烈的修罗场，被强迫分开，并在律师的监督下签下了那份永不相见的协议书。而此时回国的加藤主动承认自己成名画作是盗窃的，他不想再背负这个秘密，受到前妻的威胁。加藤回到工作室，用恶劣的态度赶佳子离开，但佳子明白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，更是坚定了不离不弃的心，这让固执的加藤也展现了柔软凛冽。这时小智却因为加藤的自爆恼怒感，加藤故意激怒小智，拼尽全力4打1场，导致小智丧失理智的将加藤的手筋打断。加藤举着右手说这是审判的结果，他不想佳子因为自己变得不幸，对着佳子说出那句，然后劝说佳子回归家庭。佳子不断揉搓加藤的手，知道他们要就此分别。而沙河听到他们告知对方彼此心意的语言，他用所残存的思念去了学校，想给自己的心一个交代。但等待太久，并没有等到北野正打算离开的时候，广播里突然响起了北野的声音，用他的义正言辞说着相爱分离的意义，这是他给沙河最后的交代。沙河泪流满面的看到北野的身影，赶忙转过身去痛哭。遵守不再相见的协议，他失魂落魄的回到家，点燃了那双充满回忆的鞋，不加思索的扔向房间。看着燃烧起来的火焰，他希望自己被抓进监狱，这样可以强制切断这份不被容许的恋情，即使想再见也无法再见到。但老公却抢救下房子，并说这只是意外，让一心想坐牢的沙河希望落空。这时柔柔的老公却说出了迄今为止最男人的话，我们离婚吧，就此放开了他深爱女人的手。而佳子回归家庭后，打来最后一通电话，跟沙河约定以后不再联系，用这样的方式向过去说再见。这时的加藤失去了右手，再也画不出他心中所想之人。沙河在离开这个城市前，归还了那只偷来的口红，给自己犯罪得来的恋情画上一个句号。他跟北野在离开的路上擦肩而过，他卧在铁轨上准备了结生命，没想到被一只萤火虫出手相救。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再也没有北野温度的房间，沙河任由自己想起过去的点滴，
两人自签订协议后3年没再见过面。他找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海边小镇定居，过着平凡且平静的生活。一天，一只萤火虫落在一张宣传单上，沙河无意间看到了北野的名字，他立马又感受到当初与北野交融时的触感。理智告诉他不可以再相见，但内心冲动的沙河还是忍不住来偷看北野，即使用手帕遮挡，北野还是在观众坐席上发现了沙河。两人一眼万年，北野瞬间汗流满身，呆滞许久才恢复状态。演讲结束，沙河来到北野提到的自然保护区，想再见北野一面，但并没有见到。可就在回去的公交车上，看到跟3年前一样蹲在路边挖虫的北野，沙河激动的扒窗呐喊。北野听到后立马追着公交车，但并没有对方联系方式的两人，在来来回回的路上终究还是错过。可沙河根本压制不住想见北野的欲望。第二天又来到小溪边，终于找到曾经再熟悉不过的身影。他虽然开心，但并没有惊动北野，而是微笑着欣赏眼前这个认真工作的男人。但受限于不能见面联络的协议，所以两人互不相看的自言自语。然而尝到解相思之苦的果实后，又怎会轻易放弃？开始了每周1天的相约，在小溪找萤火虫，但彼此间不说话，无处碰，也不留联系方式。连约定下次的见面时间也是哈气在玻璃上写下。他俩享受着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的约会，似乎只要还能看到对方就已心满意足。但这天沙河在雨中一直等着北野，看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他知道两人的秘密约会终要结束。他们在路口遇到，北野支吾地说出了那句。突然身后传来汽车喇叭声，北野本想送沙河最后一程便不再相见，哪里知道李子跟踪到这里。随后李子将两人带到酒店，命令两人当自己的面云雨一番，他就死心放弃北野。面对李子的强硬，更将北野推向了沙河的怀抱。北野追上沙河，沉默，这次不再逃避，会好好做一个了。姐两人开始了迄今为止第一次光明正大的约会。沙河陪着北野游走在溪水里找萤火虫，躺下看着如萤火虫闪亮的星空，触摸伸手可得的星星，相拥在银河下。两人开启甜蜜的情侣日常，但一份传真揭露了彼此的不信任。沙河发现北野几次撒谎，学校上课，心里有一丝的疑虑，却没有说出来。送走北野后，沙河立马跟踪到了李子家楼下，在等待的路口看到了北野的身影。他的身份并不能给他上前质问的勇气，而北野看着沙河跟老板的相谈甚欢，也有了一丝芥蒂。两人的关系从背叛开始，又开始担心对方背叛自己。但第二天沙河的事情就已经传遍小岛，引来小贩的轻薄，同事的谩骂。这时老板以拍宣传照为由，邀请沙河一起去沙滩，甚至教沙河如何冲浪。沙河单纯地说着自己的心事，下一秒老板将沙河翻进了海里。他将对离开老婆的怨气发泄在了沙河身上。沙河委屈却又没法正面硬刚的情绪，回到家就责备背影。两人发生了第一次争吵。第二天，沙河跑到李子家楼下一户一户的寻找，但没想到见到的竟然是坐着轮椅的李子。原来北野的撒谎是因为要照顾李子的生活不便。沙河也第一次正式的跟李子道歉。看着吃醋的沙河，李子主动的伸出了手，他抱着血意痛哭，不相信北野已经死去。他想着白天的时候北野说的最负责任的情话，我们明天去登记，还商量好举办属于2个人的萤火虫婚礼。之后北野偷偷一人去商场选了一枚戒指。醒来后的北野就出发去找李子，拿签完字的离婚协议。在离开之前对沙河欲言又止，还是把这个惊喜藏到了属于他们2人的小天地。李子见到北野，一扫阴霾，痛快地将离婚协议书交给北野，并送北野去车站。但李子看着北野脸上洋溢着幸福，突然转换方向，加快车速，脸色大变地质问北野，为什么不是自己，而是沙河？北野并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在冲下悬崖的那一刻，紧握着沙河早上给他贴的创可贴，说出那句 All I follow us again。而此时的沙河正参加烟火大会，同事告诉他，只要舞跳得好，就会有好事发生。他开心地拍下烟花绽放的照片，期待着明天跟北野的好事发生。但是没想到迎来的却是北野死亡的消息。沙河悲痛地想要寻找北野，沙河冷漠地站在路边看着出院的李子，他只问李子一句，他的身上有没有带着一枚戒指。李子并不知道戒指的事情，但他却说杀了北野的人并不是自己，而是沙河，而且这一辈子都会带着恨活下去。沙河不愿相信北野真的离开了，跌跌撞撞地朝着一闪一闪的绿灯走去，似乎看到了北野承诺他的萤火虫婚礼。但就在变成红灯的那一刻，他彻底绝望，安然地躺在轨道里，看着漫天的星星，用这银河来代替萤火虫的婚礼。
准备追随北野而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只萤火虫掉落在他手背上，像极了北野给他戴上了戒指。就在火车派来的最后一刻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爬上站台，而此时沙河竟然感受到肚子里有了属于北野的小生命，他必须让自己坚强的生活下去。